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5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3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76.49，收盘价是279.82，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84.25，最低价是在275.11。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9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超过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并且也超过了前高，就是6月21日的这根 K 线最高277。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197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06 倍量增。KD 值，快线上穿了慢线，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开始上行的走势。MACD， 快线方向转折向上，双线是趋于合拢，在零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即将转为短期的多头趋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3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影线的小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出现回后上涨中，并且这根 K 线的收盘价站上了前高277，出现了回后上涨的走势。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即将会开始上行。那我们从 K 线信息上来看，股价出现回后上涨的走势，一旦站上了前高，那接下来目标就是继续向上，再看前高。那目前对于现在收盘价279.82这个位置的前高，目前我们会看到是到了2022年9月21日这根 K 线最高就是314，所以从 K 线上的股价上行的目标那就是314这样的一个前高。当然我们会看到当日是出现的跳空的上涨，收盘价站上前高之后我们也会看到上影线略长，说明上方是有压力的，然后又出现了量增，说明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是有卖压的。对，那股价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如果不能维持这样一个强势的上涨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那一旦出现回档呢，我们认为在6月3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260这个地方将是股价回档的一个强支撑。那这个位置也就是说，目前股价自6月27日以来上涨，它的50%的成本线也是在这个位置。那股价一旦出现了回档，只要不跌破260呢，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维持目前的强势的上涨，会继续上行。那一旦股价在日后的交易日收盘价能够站上前高285，也就是继续维持这样的上涨，那对于我们把图缩小，对于之后的交易日来说，241将成为前低。也就是在这个之前的前低我们都会认为是4月27日这根 K 线151，所以日后股价只要再能站上285，前低就是241，那前高目前就是314。好，这是我们从 K 线信息上解读，然后分析出来的说明。接下来我们来
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7月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补量上涨，收盘价会在270附近。然后另外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转向下，收盘价会在250这个位置。实际在7月3日收盘价是在279.82，出现了补量的上涨。那我们预测的补量上涨和实际发生虽然都是上涨，但是它们的本质是不同的。实际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高277，形成了一个回后再上涨的走势。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从这样的一个信息看，股价日后是要继续上行的。好，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先来分析后续股价的上行。由于目前股价已经站上了277，我们先把这条水平线删除，然后我们给出的前一期视频给出的两个观察位255和267.5呢，两个观察位我们也先把它删除。好，然后我们再把图缩小，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从我们分析，就是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这一档来看，和刚刚 K 线信息的解读现在重逢了。就是股价日后如果上涨，我们会看到第一个目标就是314，同时也是从 K 线信息上解读，这是前高，就是要站上它，然后前低就是241这个位置。对，好，那这样一来，我们从分析从走势的分析上看，上方的目标也是314，下方的目标是241，这样的区间也出来了。好，那我们现在具体来说，在这样两个目标由于目前距离我们股价的位置距离稍微远了一些，所以呢，我们要给出一个中间的目标。这里我们要强调，目前股价上行的目标就是314。那我们要给出一个中间的目标，就是前高。我们先把前高定义为现在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85。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对，它不是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它仅仅是一个压力。我们先把它定义为股价上行的一个目标。好，那股价站上这个目标，才能继续维持目前的强势上涨。所以这是它要站上这个位置的目的。然后一旦285被站上，就是股价上行的真正的目标，就是314，要站上前高。那在到达前高之前1号趋势线将成为压力。我们会看到1号趋势线是特斯拉历史最高和接下来的两个低点建立的头低的下行趋势，它也是最后一根下行趋势。所以这根趋势线和日后的每个交易日的 K 线的焦点将成为股价的强压力。一旦这条趋势线被突破，我们会看到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就是历史最高414。那么314这个目标包括384，包括在这个地方402，那这些高点呢，其实都是它的压力位，而不是它的目标。如果我们从趋势线的角度来分析的话，
对，好，那这样一来，其实我们也会看到，在到达314之前，1号趋势线是强压力，它也是重要标志。一旦被突破，那股价一定会，我们认为一定能够测试到314，因为这一波上涨的目标就是314。实际上，在股价站上2月21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09之后，我们说应该是在6月5日前后。我们在之前的视频曾经说过，站上了这个位置之后，那股价的目标就是314了。好，那现在我们会看到股价越来越接近314，1号趋势线将成为重压力。一旦314被站上之后，那我们继续给出的目标就是上方的385这个位置，它是我们会看到它是2022年4月5日的最高384.28，我们取整数385。好，所以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是285，然后是314，再接下来是385，这是目前股价上行的目标。那么，这里有压力位，也有目标位。如果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目前股价上行的真正目标是要站上314和历史最高414。好，这是我们对股价上行的这些目标的说明。好，再想补充314和414是真正的目标，其他的我们现在定义的目标，有的是真正的目标，有的其实就是压力位。好，这是我们对上行目标的补充，314、414。如果股价继续维持这样强势的上涨，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如果股价出现回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也说了，含有长长的上影线的小绿 K 线，并且又带有比较大的成交量。实际上，在7月3日这个成交量，我们看的是略有量增，实际上它的成交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在7月3日它是提前3小时收盘。也就是当日的交易时段比平时要减少了将近1半还多，所以其实，在7月3日这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如果是交易是满时的话，应该还会升高很多。所以在跳空上涨，在高位出现含长长上影线的小绿 K 线，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如果股价不能够维持这样一个强势的上涨，那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有卖压了。好，如果出现回档，那我们说下方的目标是前低，也就是241这个位置。由于它距离我们股价也是目前股价的收盘价也是距离比较远的，所以我们要给出一个下行，我们要再给出一个中间的目标，我们给260，我们加一条水平线，260是6月30日这根 K 线的最低。好，这根 K 线，我们刚刚说了，它既是
既是股价目前上涨到目前这个位置50%的成本线，同时，这个位置也是我们会看到股价上涨在6月29日出现休息一根 K 线之后，然后这是一个突破的 K 线，站上了前高，这根 K 线的最低，对，所以它是强支撑，股价一旦回档，这个位置将是强支撑。当然，之前我们会看到会有缺口，还有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5日均线值都在它的上方，对，所以其实从现在看，我们说股价如果出现回档呢，它的支撑也是非常强的。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中间目标260，那股价一旦回档，真正的目标还是241。我们把它变换一下颜色，它成为了目前股价下行的第2个目标。当然，第3个目标是223。接下来的一个目标212，我们先清除它。对，好，然后我们把图缩小之后，我们就会看到，目前上行和下行的2个中间目标，一个是前高285，另外一个就是260，是一个强支撑。对，那么目前股价上行和下行的真正目标，上方就是314，下方是241。好，那对于7月5日盘中，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是在270这个位置。270是这个缺口的中线，同时它也是当日新生成5日均线值的上限，所以呢，我们把它作为股价在盘中的观察位，我们加一条水平线在270附近。加这个观察位，实际上就是股价一旦出现回档，我们看看是否能够在270上方运行。如果能够在270上方运行，那么股价将会收高，至少会出现横盘的一个现象。上方的观察位其实就是285。那如果股价能够高开盘，并且能够在285上方运行呢，那我们认为它会测试收高，或者会测试这个上方的趋势线。所以实际上我们给出的是2个观察位，一个是270，一个是285。285是股价上行的压力。好，那这是我们对日 K 线图的分析。由于7月3日的交易时间比较短呢，所以在7月3日之前，我们在分析视频当中我们没有看周 K 线图，所以今天呢，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好，周 K 线图我们会看到2条绿颜色的线是对于上一周股价如果出现继续上行，收盘的位置应该是在285，这是我们之前的预测。下方的这条绿颜色的线呢，是我们指的股价如果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44这个位置。中间的这条红颜色线是我们周中的观察线254。也就是股价如果能够维持在它上方运行，会收高；如果维持在下方运行呢，会收低。对，好，那么在本周目前我们说已经本周已经开盘，那在本周我们要给出周的我们的预测的收盘的位置，上方我们会给到294，也就是股价会有可能会测试这条趋势线。对，然后呢，收盘价我们认为本周不会突破这个上行的趋势，因为这个
这条趋势线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好，那么下方呢，我们给的是270，我们认为股价一旦出现回档呢，收盘价也会收在270的上方。那两条绿颜色之间的这个区间，就是我们认为股价在本周有可能会收在这个区间范围内。好，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观察线删除，这是我们之前给出的2个观察线。好，然后对于本周周中的观察位，我们要给出这根 K 线的最低，也就是275这个位置。因为它已经是开盘了，我们来说一下270。实际上我们应该给出本周的观察位是270，实际上和我们刚才的那个是日 K 线图分析的是一样的。我们先画出这条线。好，因为如果在本周开盘之前，这个位置275我们是无法预测的。我们所观察的，只能说是在270，也就是在这条长长上影线的中线的这个范围之内。那目前股价在本周已经开盘，所以呢，我们给出一个观察位，就是275。我们看看股价如果出现回档，是否能够在275上方运行。如果在275上方运行呢，会收高；但是如果在275下方运行，然后270又不能够支撑住股价，那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但是呢，在下方的周 K 线图当中的5均值是在260附近，它应该能够成为本周的一个强支撑。如果股价出现回档的话，好。那这是我们对于周 K 线图当中我们给出的位置。我们等下周本周收盘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对于这样的预测，我们看看是在哪个位置，或者我们在周中呢也有可能会根据情况再去回看周 K 线图。好，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在7月3日收盘价279.82这个位置是出现了上涨，站上了前高277，并且出现了量增。那各项指标现在都是向上的，所以在这个位置，在技术上我们是可以进场做多的，也就是5%进场。在这个位置进场，如果想短期获利的话，我们给出的目标位是292。对，然后呢，对，在这个位置进场，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因为目前股价一旦出现回档呢，那这个账户会出现亏损的。那止损位我们会给到267，这个位置是当日在7月5日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的下限。也就是股价一旦出现回档，收盘价跌破了267，那么这个位置进场的5%的仓位要即刻止损出场。好，这是我们对于多头的操作建议，技术上的。然后我们来看空头，对于7月5日空头，如果是低开盘，那我们认为在280、279附近就会有空头进场，那他们的目标就是260，是这个
我们说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也是一个支撑位。那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目标是260，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290附近。好，这是第一个空头要进场的位置。如果股价出现了高开盘，我们认为在290一旦站上了前高，在290到上方294这个位置会有空头进场，因为这条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它是非常强的压力，所以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那他们的目标是270，是我们给出的这个观察位的位置，是缺口的中线。那么在这个位置进场的空头，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300关口，对，300整数关口。好。那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7月5日当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请各位网友如果方便，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285前高。然后是上方当日 K 线和趋势线的交点是294，第三个压力位就是314。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首先到来的支撑是下方的缺口，是264到275，5日均线值是从267到269，也在这个区间，其中这个缺口的中线270、269这个位置是强支撑。好，第一个支撑是缺口，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在261到262之间。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是在255附近。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我们给出7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横盘向下。如果出现横盘向下，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82，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70，收盘会收在278附近，也就是收盘价依然回到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上方。好，这是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继续维持目前的强势上涨。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78，最高上方会到达292，然后收盘会收在290附近。那它的条件，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78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继续强势上涨。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7月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